Hello，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5节，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。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，这里就不去详细讲了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。除了弑父娶妻的俄狄浦斯之外，在希腊神话中，弑父的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，比如克罗诺斯，再到他的儿子，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知道的宙斯。希腊神话中的弑父的故事这么多，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，而是反映了希腊社会当时的某种现实。遍观中国上古神话，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情节。与此相反，我们看到的多是杀子的传说，比如24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在一个大灾年，有一个叫郭巨的孝子，为了省下一口粮食，以确保母亲不挨饿，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。他的理论是，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，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。这就是24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这种极端的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。那么，为什么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弑父，而我们是杀子呢？这个原因比较复杂，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。中国地理环境有2大特点，第一，它是半封闭的，由青藏高原、草原、沙漠、长城围起来；第二，被围起来这一块大腹地土地很肥沃，非常适合农业，也非常适合定居。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。希腊的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，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。希腊多山，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粒，不利于农业耕作。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，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。中国文明从根本上就是农业文明、定居文明。定居文明中，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大水，什么时候播种，所以我们常说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在农业社会，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，一切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。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，年龄越大，辈分越高，发言权也就越大。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上老社会，与老相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，老实、老练、少年老成、老板、老总，都是成熟稳重、德高望重的意思。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，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，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，也可以养羊。希腊粮食不能自给，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、葡萄酒和羊毛。橄榄油、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？可以卖了换粮食吃。所以希腊人就在海上去做生意，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、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，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。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2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。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，因为大海里充满危险，一次远航要用数月与风涛搏斗，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。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。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，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。在这条船上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，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。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。弗洛伊德说，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。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，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。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。
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。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，鬼魂经常出来干涉人世的生活，需要人的供奉。而古希腊人对已经安葬，尤其是已经火化的死者的灵魂，并没有任何畏惧感，很少有鬼魂上门造访的故事。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，血缘纽带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断了。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，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。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，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，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和中国相当不同。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。大商业，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，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。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。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，他们需要有新的共同的信仰，这就出现了各种巨大的神庙。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，穷人大批的成为富人的奴隶，由此进入奴隶社会。而在中国，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。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，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，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，从家庭扩大到部落，部落联合体，最终形成国家。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1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比如城市、宫殿、文字和青铜器，但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。在两河流域，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，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。而在早期中国，青铜器主要被制成礼器，用于祭祀，以达到政治目的。苏美尔人创造文明是为了记账，或者说是为了服务于经济。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，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。在苏美尔，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是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，而在中国，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。因此，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，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，而非技术和贸易。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，比如希腊和苏美尔，是完全相反的。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，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。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关系放大到国家。儒教的核心是孝道。语言学家研究统计，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，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，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？有350个。与父亲同辈的男性，英语只用一个 uncle 就打发了，而汉语有伯父、叔父、姑父、舅父、姨父5种称谓。英语中 cousin 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、堂弟、堂姐、堂妹、表兄、表弟、表妹、表姐这8个词才能表达。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。直到明清时期，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。在中国南方，一个村子中最精美的建筑往往都是宗祠。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你会发现，不论是印度、中东还是欧洲，他们的城市中心的教堂、寺庙供的都是神，没有一个是供奉先祖的。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，而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，这是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。以上便是这节课的所有内容。通过这节课的内容，大家知道了为什么希腊人弑父，而中国人杀子吗？下面我做一下总结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所造成的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下面我做一下下期预告，夏商周3代血缘纽带的扩大。
还没有订阅我的小伙伴，请点击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内容了。